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日前发生了一件跟鹦鹉有关的意外事件。事情是这样子的高雄有一个连锁的宠物店发生了一起鹦鹉的案件。在这家连锁的宠物店里面，被民众直击了有一只金太阳吊挂在店面上的玻璃橱窗里面。很明显，这一只鸟宝已经死亡，而且状况相当的惨烈。因此，民众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就相当质疑店家的饲养方法。大家在考虑说，这样的饲养方法是否不当，也包含了所谓的用站台饲养的饲养方法，还有用铁链链住鹦鹉的脚，这些问题都浮上了台面。大家也开始在脸书上面讨论起来，甚至拨打1999来维护动物的权益，而且开始向很多媒体记者投诉，甚至引发了一连串的抵制运动。以前的传统饲养鹦鹉的方法里面把站台的饲养方法当作非常正常的事情，家家户户都用站台来饲养，大家都习以为常，而且用铁链链住鹦鹉，大家好像也都看惯了。用站台饲养鹦鹉究竟会发生什么样危险的意外？而为什么站台饲养的方式呢，慢慢的遭人唾弃，甚至很多人开始强烈反对使用站台饲养鹦鹉呢？而在荧幕前面的你，还在长期的使用站台饲养鹦鹉吗？我们应该怎么样饲养鹦鹉才不会造成这些以上的遗憾呢？相信你一定要仔细的看完这一集。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从鹦鹉时事学习鹦鹉知识。那我们就开始吧。讲到这一次的事件首先要跟各位提一个动物福利的概念。而我们讲的动物福利，什么是动物福利呢？动物福利这个词有些人会解释为动物的生理以及心理状况所有一切的需求。而且制定我们所谓的动物福利要根据科学的方法，不是以单纯的道德观来分，依照动物生存的身心健康所制定最低的标准，这样制定出来的标准才是真正所谓的动物福利。如果我们讲到动物福利最基础的呢，我们可能会先想到英国的农业动物福利协会所推出的5个标准。这5条呢，它是怎么写的？跟各位介绍一下。第一条它是这样写的：动物应该要免于缺乏营养、饥饿以及干渴之福利。接下来第2条，它是在讲说动物应该要免于疾病与伤害之福利，就是在讲我们不应该去伤害动物。而第3条，我们讲到的是免于生理上以及心理上不适之福利，就是说不要让动物不舒服。那第4点就是在讲说免于恐惧与紧迫之福利那这一点就是在讲说我们在饲养动物，我们在照顾动物，给它的福利呢，应该要让它不要有恐惧感，而且不要让它有压迫、紧迫的感觉。至于第5个，就是自然表现之福利从第5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现在动物园的动物鹦鹉表演就越来越少见了。因为我们在给动物的福利里面，我们应该就是要让鹦鹉有自然表现行为之福利而不是利用人类的霸权、人类的威严而去训练动物去做一些违背它原本生态会使用、会做到的事情。而他们就会提到这5个算是最基本的权利所以这5个权利里面只要任何一项遭受到受损，他们的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呢，都可能会造成伤害。如果你是鹦鹉小木屋的忠实观众的话，应该会知道之前我们在介绍解放站台鸟的那支影片里面，我们就有提到，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完全禁止使用站台饲养鹦鹉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这十分的危险，而且因为动物福利的关系大家其实绝对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很遗憾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还是看到台湾一样用这种站台饲养的方式做商业的展示。除了动物福利的问题凸显了这次事件大大的伤害了这只金太阳之外，这次事件里面所使用站台饲养鹦鹉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直都知道鹦鹉它们的脚爪其实是强而有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种动物在大自然当中是非常善于攀爬的。它们在鸟类当中也是属于所谓的攀禽。它们的爪子呢，通常在自然界里面是扣合在树枝上、树木上面的。可能会有些人质疑那些鹦鹉它们在野外不是长时间都站在树枝上吗？那跟站在站台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野外的鹦鹉它们可以自由的飞行而且它们可以自由的去移动它们所要去选取、要去抓取的树枝，更在它们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去改变它们站立的姿势。它也会需要不同粗细的木头来去让它的脚舒服一点。比如说中大型的鹦鹉像金刚它们可能就会选择比较粗一点的树枝，比较粗糙一些的。而比较小型的鹦鹉像是虎皮小鹰，它们可能就会选择比较细的树枝，让它们站起来会比较舒服。那如果用站台饲养鹦鹉让鹦鹉的脚长期站在一个固定粗细的不锈钢站台上面的话，那长期下来呢，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它们脚部的病变。这边提一个问题
如果是各位饲主的话，大家会愿意每天都站在一个冷冰冰的地板铁板上面吗？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不愿意。但是很遗憾的这些传统的饲养方式就是这样囚禁着动物。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使用站架来饲养鹦鹉呢？我们如果使用站台饲养它们所需要的空间、所需要的面积其实一坪不到。跟笼子相比其实是少了很多，而且跟人的距离感比较低大家可能很近距离的就可以接触到鹦鹉，所以说我们会观察到很多生态农场、很多鹦鹉店、宠物店，他们可能就会选择站台的方式来增加鹦鹉跟人类的互动性。但是因为这个特点，相对的很多虐待鹦鹉、很多虐待动物的案件，以及一些猛禽攻击鹦鹉的案件通常都是发生在站台鸟上面的笼子饲养跟站台饲养，他们第一个肯定会先选择用站台饲养的那只鹦鹉下手，因为这只站台上面的鹦鹉，它们没有地方可以逃跑。如果被攻击了，他们也只能不断的挣扎。除此之外，很多偷窃的案例其实也是都发生在站台鸟上面站台的设计对小偷来说要偷窃相当的容易。他们直接把整个站台抬走，根本就不会碰触到鹦鹉，也不用担心被鹦鹉咬，并且呢，它的体积比较小，搬运也容易，所以很多用站台饲养的可能就会发生偷窃的事件。这些种种的安全性问题，都让我们深深的思考，站台饲养的方式真的适合我们家的鸟宝吗？再来，我们前面讲到用链条链住鹦鹉的脚，这里面究竟又暗藏了什么样的危机呢？如果鹦鹉因为惊吓而落下站台的时候，那此时鸟宝全身的重量都会集中在它的一只脚上面，它把铁链链住它的脚，而且是在链住它脚上面的脚环所以说全部的重量都集中在它那个小小的脚环的部分，可想而知，在大力重重的落下之后，那样是多痛多痛的感觉。有些鹦鹉它们在坠落之后会飞回那个站台上面，那有一些年纪比较小或者是体型比较小的鹦鹉它们就会选择攀爬的方式从链子爬到站台上。那这样子的饲养方式对鹦鹉来说岂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吗？鹦鹉这种动物在大自然当中体型小、杂食类的动物，在生态的循环当中它们是属于被捕食者的角色。而今天它们成为我们所谓的宠物鸟之后，除了面对我们前面讲那些掠食者的攻击之外，因为它们这个被掠食者的角色，其实它们不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野外，都不会轻易表现出它们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样子。当然这是一个天性站台饲养的方式在天性上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鹦鹉被饲养在一个镂空的站台上面，四面八方都是空的，对鹦鹉来说它的安全感是大大的降低之外，它们更不可能表现出它们不舒服的样子。讲到这边你可能会问其实有些人养站台发现说我的鹦鹉有时候在站台上面生病的时候，还是感觉得到说它可以表现出不舒服的样子但是我这边要告诉各位当它们的身体负荷不了，没有办法再支撑它们的身体之后，通常也就错失了看医生的良机。这些情况实在是非常常见。我们前面讲到站台隐藏了这么多的危机，那站台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不能使用吗？其实也不然之前的影片有跟各位提到，站台这个东西它的使用方式应该是在合理的使用状况之下。当然这边我也不建议各位用铁链链住鹦鹉，我是推荐各位在室内使用。例如放风的时候，会让鸟宝在家里自由自在飞翔的饲主，在家里放一个站台就会比较适合你。他们在家里自由自在的飞行之后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喝水吃东西，也有个地方可以站立。那我这边会推荐各位使用原木的栖架。木头的材质呢，它比较不会因为天气温度的变化而造成温差比较大，让鹦鹉的脚部不舒服。而且通常这种原木的栖架它有粗有细，对鹦鹉的脚来说是比较好的。它们在站立的时候可以多变的活动。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自己亲手制作看看站架。而木头材质的部分大家可以去选择材质较硬的木头，像是在台湾大家去做木头的站架，很多人就会选择用芭乐木来制作。而国外进口给鹦鹉站立的木头，他们通常是使用所谓的咖啡木来制作。当然我们也会依据鹦鹉的种类、它们的品种、它们的体型大小去选择不同粗细的木头来给它们站。对鹦鹉的生理以及心理状况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它们回到笼子休息，这样子是最正确的鹦鹉饲养方式它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习惯回到它们笼子里面，就好像是回到它们一个安全温暖的窝。生病的时候它也会比较容易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尽早的察觉。这样子的饲养方式才是对鹦鹉最好的这一次的鹦鹉死亡事件，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一只金太阳被吊在这个站台上面。但我也要说，其实这只金太阳的死因还是一个问号。我们如果没有去解剖这只金太阳，其实不确定说这
只金太阳它真正的死因是不是因为站台的饲养方式，没有人可以确定说这只金太阳的死跟站台饲养的饲养方式是100%有关的。可能说这一只金太阳它原本就有一些先天上面的疾病，那也都是未知数。大家在网络上的舆论以及压力，不知道可不可以去影响社会上使用站台饲养的方式，但我这边只希望这样子的事件可以尽量的避免，以后尽量不要发生。因为其实我自己走在路上也常常看到大家长期的使用站台来饲养鹦鹉。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可能也会觉得说我用这样子的饲养方式照顾鹦鹉了几十年都没有问题，甚至有些人会跟我讲说，他家里就是没有空间可以放笼子，他就是要用站台来饲养。当然，如果这样子跟我讲其实我也没有理由说什么，但是我还是想要透过这样拍影片的方式来跟各位介绍说，这样饲养的方式有什么样暗藏的危险性，以及对鹦鹉来说有什么更安全更好的方法可以选择。希望大家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对你来说会有帮助，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分享这支影片给身边所饲养鹦鹉的朋友。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不想错过任何跟鹦鹉有关的知识以及教学的话，也要记得订阅鹦鹉小木屋，当然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而且开启全部的通知，我们在全新的知识影片上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哦。鹦鹉小木的 IG 以及脸书的粉专也会更新最及时的动态，大家如果想要成为鹦鹉小木的访客，也不要忘了去追踪一下哦。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Maybe